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出差半个月，艰难拿下3亿合同。有了这份合同，公司就能顺利完成年度任务。为了签下这个单，我算是豁出了老命，一杯杯酒下肚，也进了2次医院。有了这个单子，大家的年终奖算是有着落了。我满心欢喜回到公司，像英雄般归来。本以为同事、老板会夹道欢迎，却发现原本属于我的办公室被改成游戏房，我的所有东西都被扔了，还被老板儿子打了一顿。顾尤修，别以为签下大单就了不起，若不是公司这个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老板知道后，非但没有给我主持公道，还说他儿子刚出到社会，让我多担待。我担你奶奶个嘴！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本以为拿下3个亿的大单，迎接我的会是庆功宴，可刚公司，同事们沉默不语，给我使了眼色。只见陈斐才在我的办公室里给我使了个不怀好意的眼色。推开门，我震惊了，原本就不大的办公室被搬得一干二净，2块巨大的游戏屏幕和桌椅摆在中间。他不经过我同意，擅自做成了游戏房。我的东西呢？放哪儿去了？陈斐才坐在游戏机前，手柄啪啪作响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那些垃圾都扔了。顾尤修，以后你的办公桌就在外面。一个业务员要什么办公室？”说着，他随意指了指角落里的空位。我强压怒火，又问了一遍：“我的东西到底在哪？”都说扔了，听不懂人话。他不耐烦地吼道。我一把关掉了他的游戏电源。陈斐才霍地站起来，拎起我的衣角。他那200斤的块头，我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你亲眼敢关老子的游戏，你找死是吧？他发疯吼着，一把将我推出门外。同事们听到动静围了上来，陈斐才扫视一圈，喊道：“今天谁帮顾尤修，就跟他一起滚蛋！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都低下了头。”我因喝伤了身体还没缓过来，他一拳拳落在我身上，我只能蜷缩身体护住关键部位。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我打你又怎么样？哈哈！我的助理从外面回来，看到我被打，一个女孩子不顾危险上前护住我，却被陈斐才推倒在地。我艰难爬起来，陈斐才，你这个人渣，女孩子也打！我奋力将他压倒在地，打了他2拳。他大喊：“你们干啥吃的？快帮忙！”2名其他组的组长将我拉开，还劝我冷静点。他们束缚我的手，没给我任何反抗机会。顾经理刚签下大合同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助理哭着大喊，可众人依旧无动于衷，甚至有人嘴角压不住，庆幸我被打。随后，我的肚子重重挨了一脚，彻底倒地不起。敢打断老子玩游戏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要办他！他夺走我护在怀里的文件，当众撕毁。说完，又对着我的肚子狠狠踹了2脚，直到看到我嘴角渗出鲜血，他才停了手，但往我身上吐了口水，骂骂咧咧地回了房间，重重摔上了门。我疼得眼前发黑，咬牙喊着让人叫救护车，可周围的人都像没听见似的，回到工位假装很忙。只有助理挣扎着爬起来，扶起我，冲着众人喊道：“大家快来帮忙！”但大家依旧站在原地，冷眼看戏。这帮白眼狼，枉费我舍命签下订单，让大家拿奖金。我出差期间，陈董把原本承诺给我副总职位给了陈斐才，只因他是亲儿子，口口声声说让他跟我学习，如今却对我这个师傅拳打脚踢。
陈斐才在我出差时谈了单业务，只有区1000万，原本就是我跟进的业务，私下早就谈妥。陈董为了鼓励陈斐才让他跟进后续而已。陈斐才去洽谈的当天就被吐槽，合作方那个老总质问我：你们公司是不想混了吗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派来对接，他是老板的儿子，您担待一下，就这鸟样，回去躺着算喽。我劝了很久，合作方才没把他赶走。然而陈斐才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甚至让合作方安排商 K， 业务完结后还调戏对方老总的秘书。我又是各种赔不是，承诺之后由我全程跟进后才求得对方签下合同。陈斐才以为是他谈下的业务，拿着合同去邀功。陈董为此升他做副总，他是老板儿子，公司以后本来就是他的，这一点我没有意见。但是他飘了，上任第1天就把我下属主管开了，而理由是旷工。我们是业务部门，陈董口头上允许不需要考勤，然而陈斐才在他上任后制定了所谓考勤规则，一看那文件就是从网上抄的，连其他公司的名字都没删。他这是给我下马威，在公司群指明我管理不当，甚至说我是蛀虫。我在外疲于应酬签单，并没有理会他，他却以为我怕了，所以才肆无忌惮将我的办公室改成他的游戏房。医院里只有助理守在身边，他气呼呼地说：陈斐才太过分了，我要告到老板那。可电话打过去，换来的却是老板的责骂：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越级上报。不久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因为疼得厉害，我没接。老板发来了语音，语气柔和：尤修啊，陈斐才年轻不懂事，打伤你是他不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随后发了个5000块的红包，你安心养病，过几天我带斐儿去跟你赔不是。我忍着疼回复：这件事必须给我个交代。过了好久，他才回消息：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多担待。在医院住了1个星期，老板连个人影都没出现。老板的朋友圈看到他和陈斐才的合影，陈斐才亲手给他戴上领带，配文：儿子长大了，你是爸爸的骄傲。我笑了，那条领带是我原先放在办公室的，他没扔，却拿来送给他爸。我记得是买西服送的，最多值29元吧。再看陈斐才的朋友圈，一辆崭新的宝马。陈斐才真是废物啊！等我伤愈回到公司，迎面就撞见陈斐才，他那肥脸嚣张无比，哟，身体够硬朗啊，看来上次打的还是轻了。这时助理哭着从人事部跑出来，我赶忙拉住他：怎么了？他抽泣着：我被开除了，陪客户喝酒都不会，要你何用？赶紧滚！陈斐才说。我眉头一皱，安慰道：你是我的人，谁都别想动，先回去休息。陈斐才瞪了我一眼，臭嘴道：以后有你好受的。我走到角落的办公桌，直接打开电脑玩起游戏，偶尔去外勤，直接回家睡觉。提成和工资下来了，而原本应到账的20万变成了2万，是不是陈斐才搞的鬼？凭什么？人事叹了口气：这是老板的意思，你的职位调整成专员，工资也从2万变成2500，提成降到1%。陈斐才知道我会有意见，在公司出了个公告，上面有他所谓的调研，强调同行也是这个公司薪资标准，谁有意见的可以提离职。某些员工工资都快赶上公司收益了，现在经济下行，大家要有奉献精神，是公司给大家就业机会，要懂得感恩，
部门小群瞬间怨声载道，却没有人敢起哄说跳槽离职。很快他们就要我，顾总，您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您跟老板熟，去求求老板。是啊，我还要还房贷，这点钱怎么办啊？孩子明年就要读小学了，我就要结婚了，彩礼钱。小群炸开了花，都是在诉苦。他们觉得我不会记仇，当初他们的冷漠我可记在心里。我回了句，我不是什么顾总，大家叫我小顾。人事拿来了薪资调整文件，还有离职申请单。陈斐才发了话，2选1，半个小时内签完，不签的人默认自动离职。陈斐才是动真格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然后都看着我。我拿起来揉碎，扔进垃圾桶，继续玩游戏。他们沉默了20分钟，整个办公室出奇的安静。终于有人忍不住了，在薪资调整单上签下了名字，然后就是一阵骚乱和哀嚎。陈斐才从游戏房摔门而出，吼道：“吵什么吵？影响老子！你们都滚蛋！”所有人静默了。晚上我还是拨通了陈董的电话。董事长，公司薪酬和职务调整的事您知道吗？陈董沉默3秒。我看了斐儿的方案，他刚接手公司，需要有自己的想法，而且咱们公司待遇确实高了些，适当调整我觉得没有问题。顾尤修，我知道副总的职位没给你，你有想法。陈董，我是您一手带过来的，职位的事我不在乎。那就好，我正在筹备分公司，我保证到时候让你做负责人。陈董已经开始给我画饼了，这一刻我去意已决。我不想看到您呕心沥血的公司有事，我好意提醒，他却心有不悦。好了，顾尤修，我知道你受委屈，之前承诺给你的我会补偿。没等我再说话，他就挂了电话。1个小时后，手机提醒我到账20万，还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，让我放宽心态，帮助陈斐才成长。我帮个着，我给助理赚了3万，这是公司发的奖金。我有些愧疚，公司要开除你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助理却笑着说，我早就不想干了，顾总，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。我很欣慰，他也是从小白起虚心学习，本来这次可以升为组长的，是我连累了他。同样是年轻人，陈斐才怎么就成那个鸟样？第2天刚到公司，陈斐才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顾尤修，把我爸给你的钱还回来，根本没那么多。陈董让我不声张，没过1夜却告诉了陈斐才，他俩真是父子啊！你是不是傻？这是我应得的。他破口大骂，一副混混嘴脸。我爸就是老糊涂，被外人骑在头上。你不过是个野鸡大学毕业的，靠的是我爸和公司，否则你毛都不是。要不是我拦着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上副总。我刚定了奖金规则，你就找我爸要，以后公司还怎么管？你放心，其他人没完成任务，奖金没多少。我不想跟他争辩什么，这种人不值得我教他做事，自生自灭吧。他不会知道公司70%的业务都是我撑起来的，每年递增的年度任务也只有我能完成。先前陈董设置的阶梯式奖金制度，就是为了激励真正做事的人。公司里那些混底薪的老油条根本不在乎，那帮公司蛀虫奖金本来就没有多少。陈斐才拿我开刀，无非是树立威望，让那帮家伙心理平衡罢了。这一点倒是看出他还有点心机，只是略懂皮毛，用错了地方。陈斐才见我没有要退钱的意思，就拿开除做威胁。顾尤修，钱不退就给老子滚！现在找工作多难，
你一个35岁的大专生，出去能干嘛？我给你3000已经算多了，加上提成，一个月怎么也有5000，够你活了。要是听话，以后我还能给你涨。他一脸得意，仿佛吃定了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我是老板亲自招来的。我来公司的时候，你还穿开裆裤，想开除我，你得问问你爸。陈斐才立马拨通陈董电话，爸，顾由修太嚣张了，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，赶紧让他滚蛋。斐儿，顾由修是老员工，跟了我很多年了，那又怎样？这种人我看着就来气。你今天必须选，要他还是要我？陈斐才说完，啪的挂了电话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。我以为陈董拎得清，不曾想只是我一厢情愿。果然，陈董电话过来，顾由修啊，你忙了这么久，先休息一段时间，带薪休假回去，好好陪陪家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纠结，我欠他的恩情，这一刻算是还清了。好的，陈董，感谢这些年的栽培，我会辞职。陈董，我知道了，常联系。陈斐才嘲讽，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，别怪我，只怪你生来就是个穷光蛋，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我已经对你进行行业封杀，没人会用你。我只是轻蔑地笑了笑，和这种人多说一句都是浪费时间。封杀我？盛天公司虽然在行业里稳居龙头，但上个月前5的公司都给我抛来橄榄枝，很快我就被踢出了公司群。走出办公室时，一群人围了上来，假惺惺地劝我，顾哥，服个软吧，别跟陈斐才较劲了。还有人阴阳怪气地说，顾哥，以后发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啊。尤其是陈斐才新提拔的狗腿主管，连正眼都不看我，一边玩手机一边说风凉话。有些人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不就是早来几年吗？沾着资源优势罢了。没办法，我不走，他们没机会上位。可我真走了，他们还有没有本事保住这份工作？路过杂物间时，看到了我原先摆在办公室的全家福，我轻轻抚摸着照片，心里满是感慨。这么多年，我把公司当成家，拼命工作，如今落得如此下场，要怪只怪我太重感情，才会被他们廉价用了这么久。盛天竞争对手的刘总给我打来电话，顾由修，听说你被开除了？是啊，消息这么快。你们老板那宝贝儿子在商会群里放狠话，说谁敢用你，就是跟他过不去。你这可是闯了大祸啊！听着他幸灾乐祸的话，我知道是一句调侃。我苦笑着说，看来以后只能回老家烤红薯了。刘总赶忙说，别啊，来我公司，年薪120万，今天就能入职。他成天算什么东西？迟早得倒闭。我考虑考虑，还考虑啥？你要是觉得钱少，尽管开口，别急，我先休息一下，去旅个游，放松放松。没问题，今天入职，我给你带薪休假1个月。看来刘总真怕我不去啊。从杂物间出来，我正好撞见陈斐才面试完一个穿着性感职业装的美女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当众宣布，这位就是咱们新来的营销经理顾由修。你还没滚，是不是想求我让你留下？陈斐才晃了晃手机，脸上带着得意又嚣张的笑。我已经全行业封杀你了。对，这种人就应该被封杀。下面一排人跟着附和。为了让我身败名裂，陈斐才还诬陷我吃回扣，出卖公司机密，离开盛天你就是一坨屎。不过念在你是老员工，求我的话，我倒是可以给你个保安兼司机的活，1个月3500，怎么样？
记住，公司离开谁都能赚，别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我冷笑一声，离开我，你还真赚不动。全年任务还有1个亿，想必陈总早就有办法解决吧？什么1个亿？年度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吗？陈斐才的脸上闪过一丝慌张。业务我是谈下来的，但合同都被你撕了。我悠悠道。陈斐才马上叫来行政，确定合同确实没有归档，你肯定还有备份，拿过来。备份？我可没有，而且我现在已经不是盛天的人，你无权使唤我。之前签下的是年度合同，价值3个亿，划分到今年刚好1个亿。陈斐才那傻逼，就因为我打扰他玩游戏，居然把合同撕了，还把我打一顿。我把实情告诉天宁公司，他们原打算重新制定合同送来，可我让他们先等等。当时我被陈斐才打伤，天宁公司的人还特意来看望我，他们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愿意合作。至于跟谁合作，他们有太多选择的。现在我离职了，这笔合作自然将会带到刘总的公司。陈斐才气急败坏，立刻让人联系天宁公司，重新洽谈合作。天宁可不会惯着他，被告知只愿意和我洽谈。顾尤修，这单业务你必须负责到底。陈斐才居然命令我，我冲着电话回了天宁公司一句：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离职了，合同的事由我们陈副总对接。天宁公司也是给力，当场挂了电话。陈斐才瞬间暴跳如雷，什么东西？一个小公司也敢骑在我头上？我要行业封杀他们！我不屑地哼了一声，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还真以为全世界盛天最大。天宁公司是外省企业，谁会怕你？我转身准备离开公司，陈斐才一把拉住我：你去哪里？合同的事情你不解决，就别想走。我怼回去：你是不是有病？我已经离职，你让我负责也行，给我1000万，没有本事就不要装逼。小弟弟，你还嫩着。他被我的话成功激怒，抓起我的衣领：上次打你是不是上瘾了？皮痒了是吗？上一次我被打得惨状，似乎即将上演。我带的实习生想上来阻止，可想到我助理被开除的遭遇，又怯生生地退了回去。陈斐才狠狠推了我一把，还好我提前有准备，才没摔倒。他还想继续，我眼疾手快，掏出刚在厕所拿的洗手液，对着他的脸就是一阵猛喷。陈斐才捂着眼睛哀嚎起来，我趁机拿起键盘，狠狠砸向他那张肥脸，键盘瞬间4分5裂。陈斐才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在地上不停地打滚，哭得像个娘们。其他几个人见状，赶紧上前护住他，不过也就是做做样子。陈斐才睁不开眼，以为是我，对着周围就是一阵乱踹，结果不小心把那个狗腿主管2颗牙齿给踹掉了。他们报了警，我也没打算走，就在原地等着帽子叔叔来处理。最后我们被判定为互殴，我赔了1万元的医药费，陈斐才掉了2颗大牙。风波过去，旅游归来，我入职刘总的公司，他们为我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式，给我安排了一间50平米的办公室，门牌上赫然写着总经理办公室。这一切都让我受宠若惊。刘总还在行业商会群发了我入职的消息，话里话外都在嘲讽盛天没有眼光。陈斐才在群里破口大骂，像个小孩子一样诅咒刘总的公司破产，结果被会长直接踢出了群。陈董事长也只是出面打圆场，说陈斐才刚出社会，不懂事。之后陈董事长给我打来电话，
没说别的，只是祝我在新公司有好的发展。我再次好言相劝，别让陈斐才乱搞，让陈董赶紧回来主持大局。陈董却叹了口气，我老了，是该给年轻人机会了。斐儿虽然年轻，却很懂事，需要时间锻炼锻炼。斐儿是早产儿，他妈走得早，是我亏欠他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在刘总的公司，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，合作方都很信任我，除了一些已经和盛天签订合同的公司，其他只签了框架协议的公司也都转到了我这边。而且刘总给出的价格更优，质量方面我也亲自严格把关。反观盛天，失去了天宁公司那3个亿的单子后，上年度就出现了亏损，今年1季度的业绩更是只完成了10%。那帮人以前总说我把业务都谈完了，没给他们任何表现机会，现在我走了，他们果然一事无成，开始怨天尤人，怪在经济下行，其他公司打价格战，甚至怪特朗普关税政策。因为签单太少，陈斐才清除了那些老油条，全部换上所谓的海归高材生。那帮人被开除，却没有任何补偿。他们嚷嚷着要去仲裁讨要说法，却被陈斐才甩出一沓把柄，吃回扣、虚报发票、考勤造假等等。最后不仅没拿到赔偿，有的人还倒贴钱，甚至还有一个人因此进去了。陈斐才做事太绝，一些有点能力的员工也纷纷辞职。其实他们虚报发票、吃回扣，也是被逼无奈。出差、请客应酬都要实票实销，而且只给3天报销时间，考勤更加不可能实现。有时候外出谈业务，不可能每次都能赶得回去打卡。一时间，盛天公司里几乎没有能干活的人，很多之前的同事想跳槽到我这边，可除了那2个实习生，我谁都看不上。他们不会以为我健忘的吧？而且那帮蛀虫去到哪里就得倒霉。原助理生完孩子后也来到这边，他说要跟我一起学习做销售，他很努力，很快也能独当一面。我很愿意给机会任何人，且不论出身。陈斐才之后的一顿操作下，盛天的风头居然起来了，财会报表异常漂亮，工厂24小时开工，甚至我跟进很久的一个新合作方也去了盛天那边，似乎那个风光无限的盛天又回来了。为此，陈董还特意电话跟我炫耀，说去年超额完成2倍的业绩，陈斐才甚至签下了5个亿的代工合同。我不会怀疑我看人的眼光，也不相信陈斐才有那个水平。我提醒过陈董其中必有问题，虽然我拿不出证据，陈董说我是在嫉妒，看不得陈斐才变好。我无话可说了，寒暄几句挂了电话。但是很快盛天就出现问题了，合作方使用盛天生产的产品因质量不过关，引发重大事故。原来陈斐才无底线打价格战，单价比市场价低了1倍，而成本更是只有30%，这不出问题才怪。盛天赔了一大笔钱，算是伤了大动脉。陈斐才因此也被判了几年。即便陈董从国外回来主持大局，也无法改变结局。盛天也从曾经的行业龙头沦为了小工厂。一次产品展销会上，我再次遇到陈董，他仿佛老了10岁，看到我主动上来嘘寒问暖，问我最近可好。顾尤修，你回来帮帮我，我老了，斐儿也快出狱了，公司要没了，你说他该怎么办？我泛起心酸，毕竟我也当了父亲，只是陈董过于的溺爱引发的恶果。如今他还仍没想明白，
当年我因为学历问题，面试处处碰壁，是陈董给了我机会，我跟了他10年，但10年的付出，终究抵不过他的亲儿子陈董。我在新公司挺好的，恕我帮不到您。陈总气得满脸通红，你是不是非要我跪下来求你？我沉默不语，他却以为我默许了，可他并没有跪下去，当着会场所有人的面，指着我大骂：忘恩负义的东西！要不是我，你指不定还在天桥上摆摊。说斐儿的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？我非得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若不是公司这个平台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从业，然后鞠了一躬，转身离开。陈斐才处处跟我作对，其实还有更深的关系。曾经陈董认我做了干儿子，私下里我一直叫他干爹。陈斐才小的时候也一声声哥哥喊着我，可后来陈斐才长大了，认为我会跟他抢他家产，就没喊过我哥。从那之后，陈董就疏远了我，不允许我去他家，也不让我再叫他干爹，说怕陈斐才误会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明白我们之间不过是单纯的雇佣关系。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那份收购盛天公司的计划书，心中感慨万千，最后点击了删除键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